美国出思想，中国出产品。中国航天就瞪了一眼美国的女武神和弹簧刀，果然就有了新成果。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现在呢，看中国军工发展，有时候觉得真是有美国的样子。就是美国搞出什么东西以后呢，中国很快就会往这个方向接着去搞。比如以前我们的节目中说过，美国人搞中程僚机，就是那个 XQ-58A 女武神。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是可以配合 F-35作战的，而且还实验过用女武神投放了那个阿尔提乌斯600小型无人机卫星那个东西，可以实现蜂群式打击。结果今天呢，我们在珠海航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展台上，就出现了与之非常类似的设计。这次珠海航展的那个7号展厅里边，航天9院就拿出了一系列的无人机，最大的有这个飞鸿97，小的呢有这个901和902。其中飞鸿97还有飞鸿901的组合就特别类似女武神和阿尔提乌斯那个味道。飞鸿97啊，你光看这个外形就知道跟女武神特别像，就是很强调几何外形隐身，都用那种比较尖锐的扁平那种头部外形隐身外形嘛，也都是背部进气，垂尾呢都是这种倾斜的双垂尾。区别呢也是有，就是女武神是单发，而这个飞鸿97呢是双发。另外，飞鸿97机头下边有一个光学的这个窗口嘛，那个光学探头窗口就特别类似我们在歼20和311上看到的。这几点呢跟那个 58A 有点不一样。而且呢，既然是 58A 的身份是可以作为 F-22或者是35的中程僚机，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可以相信飞鸿97的设计定位可能就跟这个中程僚机设计非常类似，是用来配合隐身战斗机在前方承担一些侦察打击任务。至于说那个飞鸿901呢，介绍是巡飞蜂群，和阿尔提乌斯600呢功能近似，外形呢就很不一样了。阿尔提乌斯弹翼比较长，垂尾向下，就远远看过去像个大蜻蜓，而这个901呢就有点类似美军的弹簧刀无人机，前后是2对翼，另外还有水平尾翼和2个垂直尾翼。那么你要看这2个无人机的配合呢，在展位现场可能要多站一会儿，因为有的时候你看的这个飞鸿97，它这个弹舱是关闭的，多站一会儿它有演示动作，你能看到了，就是飞鸿97会把弹舱打开，然后你会看到弹舱里边有3个飞鸿901的模型，其中一个会伸出弹舱展开弹翼，就演示的是飞鸿97和901的组合关系，就是战场上97要携带901飞到战场上空，再把901抛出来，让901们展开弹翼之后呢，就是飞向各自目标。除了飞鸿97能够携带901，展台上播放的视频呢也显示战斗机同样能够大量携带，然后呢就是大批的901从战斗机上洒下来，就是分头寻找各自目标去了。这一窝马蜂一样飞出来还是挺吓人的。根据航天9院的说法，他们构想的这个打击手段是有3个层次。首先是这个飞鸿97携带制导炸弹，利用隐身性能打击对方的各种防空火力，然后是战斗机或者是无人机携带大批这种901这样的巡飞弹，这种蜂群去战场上再肆虐一番，最后是他们的高速无人机冲过来打扫战场。当然了，这是他们设想的一个作战场景，一个环境，实战中就不一定是个顺序了。但是不难看得出来，美国的中程僚机计划在航天9院已经变成了现实，对航天9院很有影响。而且呢，不只是飞鸿一家，展会现场上航天、航空、兵器各院所的展品中呢，气动外形、发射投放方式和飞鸿901一样，或者就是说特别像美军弹簧刀无人机的还有好几家，都是用了弹簧刀无人机一样的外形，还搞了一个类似迫击炮的发射装置，就是单兵把这个发射管往地上一撑，就可以把无人机发射出去。那么原来军迷老是说中国军工有个本事，就是瞪谁谁怀孕。这次明显看出来了，美国的女武神还有弹簧刀无人机，不仅是被中国航天瞪了几眼，而且呢是被国内好几个军工行业一起围观了。不知道我们今天在航展现场碰到的那位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武官海军少将托马斯先生，看了我们这些展品之后，心里边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好，关于在珠海航展现场看到的中国版的女武神还有蜂群无人机，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